那我要先说，我必须先说，我没有跟任何的政党有关系。今天就是纯粹要表达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我觉得我的看法是非常中立的所以我就是先讲这个，避免被告。OK， 好的，因为台湾人知道，很多人喜欢告别的人，或者你开始碰政治的问题是非常敏感、非常危险你踩到这个红线的话，不得了，代际断掉。OK， 所以先讲这个。OK， 我只有2个腿，我支持他们，我这2个美丽的腿都支持我。OK， 先这样讲。明年中华民国16任总统选举所以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可以投票因此呢，今天要讨论一下大鹏是不是有没有投票权。我先不得不说，民主自由是社会最糟糕的制度，但是呢，我们目前没有制度比它好，而且这个民主制度可以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因为大家都有权利。OK， 所以我挺支持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台湾。好的，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其实今天的影片的目的就是提醒大家，台湾的民主自由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珍惜。其实台湾，你看，从1987年戒严的时代结束了以后，台湾的慢慢的民主化，所以台湾1996年是全台湾第一个选总统的选举，所以台湾的民主其实是蛮年轻的虽然我们可以抱怨说这个乱七八糟，那个乱七八糟，这个房子该不该拆掉，你工作是不是也要辞掉等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天马行空这个就是民主的一个过程，因为呢，我们都有这个权利能够表达我们个人的看法这个就是民主国家制度之下人民拥有的权利。OK， 所以这个非常支持虽然乱七八糟要骂他，抹黑等等 ，OK 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权利，所以才可以。其实现在看全世界乱七八糟，甚至于很多国家他们的民主开始退步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地位在亚洲东方世界这个位置非常重要。目前我觉得台湾这个非常繁荣的民主的国家开始发光发热它就是东方世界的一个灯塔。台湾这个小的国家进步了不少，台湾会继续进步，台湾不离不弃一直在路上。你看我刚刚讲的，从87年戒严结束以后，一路到现在，这条路不好走，非常多的曲折非常多的挑战，但是台湾都没有放弃这个民主自由的制度虽然国外有非常多的不容易的事情要面对不管是讲真的威胁等等，台湾还是继续。你看。所以现在很多人看台湾说，你看这个国家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的民主自由的制度，我们应该要学他们。所以我劝大家，虽然很多事情在台湾并不理想，但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你还是至少有这个权利可以去投票表达你个人的看法，或者你觉得这个政党做得不好你可以把他们拦下来，你觉得这个政党做得好你可以投票给他们民主自由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后提醒大家，你没有去投票，一个笨蛋会选上；你去投票，一样的一个笨蛋会选上。但是这个就是民主自由最后坦白地说，大鹏完全没有台湾的身份证，因此呢，我没有投票权，我只有居留证这个居留证允许我留在台湾，也有健保卡等等。其实跟一般的人民，我的权利都差不多，就这个投票权差了一些所以希望拜托下一个总统，无论是谁选上，去考虑到我们的外国人，我们是不是以后可以变成台湾的人民？因为我们非常热爱这个国家所以呢，很宝贵，要珍惜，要多支持台湾。我觉得台湾很棒。谢谢各位，下次见拜拜。